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再谈及中美关系，他认为佩洛西不负责任的行为使地区局势陷入不安定。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断对华挑衅，导致台海局势持续升温，引发亚太地区国家的普遍担忧。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近日就表示，在中美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可以预想到亚太地区将会出现更多地缘政治角力。他同时告诫新加坡人要为地区出现问题做好准备，以避免卷入大国竞争。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周日先后用马来语、中文和英文等3种语言发表2022年国庆群众大会全国电视演说。在中文演说一开始，李显龙就警告，在外部环境愈发不稳定的情况下，亚太地区预计将出现更多地缘政治角力。外部的环境越来越不稳定，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我担心这个区域里大国之间的博弈会更加激烈，局势也会更加紧张。亚太地区会不会出现和欧洲一样的纠纷发生冲突呢？我们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所以要做好心理准备，团结一致应对任何危机。在长达70分钟的英文演说中，李显龙分析了当前中美关系紧张的根源，包括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中国在世界上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以及贸易争端、南海问题等。而台湾问题无疑是导致中美关系恶化的直接原因。The U.S. and China need to work together on many pressing global issues, including climate change, pandemics, and nuclear proliferation. And their tense relationship is making this almost impossible. And this is bad news for the world. 李显龙认为，俄乌冲突外溢效应也冲击到本地区的安全。The war in Ukraine, it has complicated the already strained U.S.-China relations, and also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s partners in Asia, like Australia and Japan. We can expect more geopolitical contest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谈及新加坡如何应对这些外部危险时，李显龙强调，新加坡不会在中美间选边站。Some countries will choose a side, others, like Singapore, will try our best to avoid being caught up in major power rivalry. We must stand firm on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Work with other countries to外界注意到，此次演说是李显龙1个月之内第3次对当前地区局势提出关切。本月8号，李显龙在发表国庆贺词时谈及地缘政治局势，他认为中美两国的关系正在恶化，如果发生误判或事故，很容易让情况更糟。U.S.-China relations is unlikely to improve anytime soon. In the next decades, our region may not be as peaceful and stable as it has been thus far.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在8月1号，李显龙与到访新加坡的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举行会面时，也曾强调稳定的中美关系对地区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性，并敦促佩洛西努力与中国保持稳定的关系。新加坡呢是一个以贸易立国的国家，它非常倚重于全球的这种自由贸易的体系，也非常倚重于这种大国之间的和平，还有区域的稳定。佩洛西呢窜台，其实造成了区域局势的紧张，这对于新加坡的是非常不利的，特别是对于它这个疫后经济复苏是非常不利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李显龙总理他站出来。提出希望中美能够缓和啊，在之中呢，这个新加坡不持立场等等这方面的看法呢，其实也表达了新加坡一贯这方面的立场。在接受深圳卫视采访时，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畅表示，新加坡作为东盟唯一发达经济体，是东盟重要成员，因此其相关表态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东南亚国家，甚至是区域国家共同的心声。本月初在柬埔寨举行的第55届东盟外长会，当时正值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反对，上演窜台闹剧。东盟发言人柬埔寨副外长康富向媒体披露，参加闭门会谈的各国外长表示，希望中美这2个大国尽最大努力缓和紧张局势。 We hope that concerned parties do not take actions that may deteriorate or escalate the tensions. Taiwan Strait will be a peaceful part of this region, and I don't think that the escalation of tensions will help them to solve the problems.
值得注意的是，东盟除了在会议期间罕见就台海局势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支持一个中国政策之外，各成员国也发表了单独的声明，内容近似，均强调地区和平与稳定以及坚持一中。观察指出，东盟国家在中美间的利益侧重点稍有不同，但总体上都拒绝选边站队。对于绝大多数东南亚国家来说，卷入大国冲突都会让它在国际上、在区域上的这种政策选择的灵活性减少，让它被迫的把它的经济去和某一个大国去关联在一起，这其实让它失去了很多发展的机会。美国强化印太战略以来，不断向东南亚国家施压，还抛出印太经济框架等诱饵，但东南亚国家却拒绝选边站队。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是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南亚在地理上也更靠近中国，与其有着长期的文化联系；但另一方面，大多数东盟国家也与美国有着很强的安全及经济联系，比如泰国和菲律宾都是美国的盟友。因此，中美战略竞争越激烈，东盟就越注重在中美间的策略调整与利益平衡。如果过度介入中美大国竞争，只会进一步压缩东盟及不同成员国双边应对中美地区矛盾的政治空间，从而影响各自的实际利益。观察指出，中国多年来与东盟关系良好，而发展已经成为东盟国家的普遍共识。双方积极对接发展战略，经贸不断上台阶，多个重要基础设施项目也纷纷落地。继中老铁路之后，一带一路的另一个标志性项目印尼雅万高铁也在迎来重要的时间节点。周日，中国出口雅万高铁项目的一组高速动车组和一组综合检测列车从青岛港运往印尼，标志着中国首次出口的高铁列车正式启运。整个项目还有10组高速动车组等待交付。